想象一下，你正待在一个明亮，然后很热闹的私人摄影棚里，周围都是你认识的摄影同好。气氛应该是非常轻松安全的感觉。对，完全不会有任何防备。然后呢，轮到第6位摄影师上前，他举起手，你以为他要按下快门，但他从外套口袋里抽出的，竟然是一把长达15公分的锋利水果刀。哇，天哪！这不是什么惊悚电影的桥段哦，而是2026年6月真实发生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血腥案件。这种在极度封闭、原本应该是充满信任的空间里，瞬间爆发的暴力，其实往往是最让人措手不及的。真的，更何况加害者并不是随机挑选目标的陌生人。在这次我们准备的资料里显示，受害者是拥有超高人气的中信兄弟啦啦队，也就是 Passion Sisters 28岁的正式成员问问。没错，而那个痛下杀手、插剪切断他颈动脉的人，竟然是一位追随他多年，甚至曾砸下超过10万元买他周边商品的52岁超级铁粉。等一下，铁粉变成凶手，这听起来完全违背常理耶。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进行一场深度探讨。我们要剖析的不只是一个粉丝如何变成凶手，还要拆解这背后失效的法律防护网。对，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拥有18万粉丝的公众人物，为什么会被逼到一个毫无安保的地下室里工作？没错，因为如果你单看社会新闻，这可能只是一起治安事件嘛。但当我们把心理学机制、司法漏洞，还有体育娱乐产业的经济结构摊开来看时，你会发现这根本是一个系统性的崩溃。真的，这里面的线索交织得非常深。那我们先从案发的那一刻开始梳理好了。时间是2026年6月20下午2点多，地点在重庆北路的一簇私人摄影棚。这种私人棚拍通常名额极少，像这场就限额7个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近距离、充满私密感的空间。对，而且这里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细节，这位52岁的许姓男子，也就是圈内人称的问博，他在1个多月前就已经花了1万多元报名这场活动了。对，这点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他不是在街头偶遇偶像临时起意，而是一场经过漫长策划的预谋行动。他等于是买下了这个能合法靠近受害者的门票。这就像是你把自己锁进了一个密室逃脱的游戏里，却不知道其中一个玩家身上带着致命武器。而且根据现场还原，许楠当天提早就到了，甚至在骑楼埋伏。他看到问问下车，就立刻贴上去攀谈，一路跟着他进到棚内。对，等到活动进行到他，也就是第6顺位拍摄的时候，他假装举起手机，下一秒直接掏出水果刀朝问问的颈部回砍。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有多绝望吗？那一刀真的非常致命，在问问的左颈部留下了长5公分、宽4公分的极深伤口，据说只差几毫米就会切断颈大动脉了。天哪，差一点点呢！如果不是现场负责人和其他几位热心摄影师立刻扑上去夺刀压制，这绝对是一起命案了。没错，而且即使大家立刻上前帮忙，这场肉搏还是造成包含问问和许楠在内，现场总共有5个人受伤挂彩。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浮现一个巨大的问号，对吧？为什么？一个投入大量时间金钱，被称为超级铁粉的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人本来会以为这类狂热粉丝大概是那种生活无虞、有钱有闲的富家子弟，但资料里的嫌犯侧写完全打破了这个假设。真的，这人的真实轮廓实在是非常矛盾。他52岁，常年无业，虽然住在台北市大安区那种精华地段，但他其实是个完全依赖父母的啃老族。对，他每个月的追薪资金生活费，全都是靠年迈的父亲每个月汇款2到3万元来支撑的。对啊，而且据说他的住处堆满了网购的啦啦队包裹，连楼梯间都被上百本写真集塞满。是的，
但最夸张的是，他其实处于实质破产的状态，却硬是掏出了大约16.8万元去买问问的一张夏日泳装铅笔卡。等一下，16.8万，这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闲钱吧？这几乎是榨干他父母养老金换来的耶。没错，所以这改变了整个动机的性质。这听起来已经不是单纯的消费，而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投资。也就是说，他在心理上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对，你抓到了心理学上的核心机制，这在临场上被称为极端的病态寄生关系。病态寄生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一帮粉丝来说，买周边商品是支持偶像，但对许南这种缺乏现实社交连接的人来说，他的大脑会将这些金钱投入转换成一种隐形的双向契约。所以他觉得我付出了财产，你就应该回报我。完全正确，他觉得我付出了我所有的财产，你就有义务要回报我对等的关注。难怪，所以当这份合约被单方面打破时，他的反应就会异常激烈。这也解释了资料里提到的一件事：今年1月，他跟主办方索要问问的人形立牌被拒绝，他居然在网络上大骂“狡兔死，走狗烹”。没错，在正常人眼里，那只是一块纸板，但在他的扭曲认知里，那是他的权利被剥夺了。真的太疯狂了！这种认知扭曲应该是随着时间慢慢发酵的吧？对，这种边缘型的认知扭曲会不断升级。他开始疯狂发送那种情绪勒索的讯息，步步紧逼。到了去年9月，经纪公司发现事态严重，就把他列入黑名单了。就是禁止他参加任何实体活动，对吧？对。然后到了今年2月，问问更是不堪其扰。直接在社群上崩溃发文，恳求他下班后不要再跟着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经纪公司和问问其实是在画出一道安全的界限。可是啊，在许南的脑海里，这条界限等同于毁约与背叛，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病态防卫机制崩溃。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的投资彻底失败，他无法面对自己一无所有的现实，于是那种病态的爱慕就瞬间反转成了惩罚性的报复。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当他被警察押上车移送地检署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回忆，还死撑着车纹对镜头大吼：“是问问逼我这样做的。”天啊，他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对，在他建构的现实里，他才是那个被辜负、被背叛的人。他甚至还吼说，主办单位会受到良心谴责。太夸张了吧？好，那这就带出了资料里最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个环节。既然他已经展现出这么明显的跟踪、骚扰行为，甚至早就被列入黑名单，为什么警方没有提前介入？这是个好问题。很多人会以为他过去可能很正常，没有前科。对啊，一个行为如此脱轨的人，在社会上游荡了这么久，难道他过去真的干净的像一张白纸吗？他的过去不仅不是白纸，还写满了犯罪记录。许南名下有高达26次的窃盗前科。哈？等一下，26次，这在任何国家的司法系统里都已经是必须面临重刑的惯犯了吧？他怎么还能在外面到处跑活动？因为他手里握有另一套护身符。这26次前科的背后，伴随着14张由各大医院开具的精神病诊断书。诊断书，所以还有精神疾病？对，证明他患有长达30年的强迫症，并伴随强迫性行窃的症状。我们把逻辑理清楚一下哦。我能理解强迫症或窃盗癖会让一个人忍不住去偷东西，但这跟预谋花1万块报名活动、带刀埋伏、精准攻击啦啦队员，完全是两码子事吧？没错，客观上是两码子事。那为什么几张证明他会偷东西的诊断书，能让他在这类暴力威胁上获得免死金牌？这就是台湾现行刑法第19条在实务操作上最受争议的灰色地带了。怎么说？这条法律的初衷其实是保障那些在犯案当下因为精神障碍而无法辨识行为违法或无法控制自己的人。这可以理解，法律本来就有悲悯的一面。可是啊，在法庭攻防上，辩护律师常常利用这些常年累积的诊断书，
主张当事人整体的心智控制能力显著低于常人，进而成功争取到减刑，甚至免除实质刑责。哇，所以他就不断的钻这个漏洞。对，久而久之，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个旋转门效应。他不断犯案，不断被逮捕，又因为精神状态的认定而不断被放回社会。这真的太让人无力了。法律的本意是保护弱势，最后却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的掩护。是的，而且这份调查报告还揭露了一个更惊悚的事实：他的猎物根本不止问文一个人。什么？还有其他人受害？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跨越不同领域的跟踪网络。这起割颈案上了新闻后，知名艺人夏雨欣看到嫌犯照片才惊觉，这个砍人的阿贝就是长期掌握他私人航班资讯，在机场堵他的恐怖粉丝。天哪，连航班资讯都能掌握？没错，甚至还在健身房外埋伏尾随他。另外，前主播张连宇也指出，8年前许南就查出他的住处，甚至为了监视他，直接搬到他家后巷去住。搬到家后巷，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迷恋了吧？这根本是在狩猎特定的女性公众人物形象。对，他甚至还会利用自己对历史的了解，在摄影群组里伪装成高知识粉丝，借此套取这些女孩的私人行程。这真的太毛骨悚然了。但这里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耶，我们明明已经通过了跟踪骚扰防治法，不是吗？问问既然每天都活在恐惧中，连发文都在求救，为什么他不直接去警局提告？这个矛盾正是许多受害者面临的真实困境。问问事后有坦诚，他确实想过要动用跟骚法，但他最后退缩了。为什么退缩？这不是能保护他的法律吗？因为一旦正式报检提告，他就必须亲自去做笔录，上法庭，甚至在诉讼过程中不得不与加害者产生某种形式的交集或对峙。哦，我懂了。对于一个已经处于极度恐惧中的女孩来说，走司法程序感觉不是保护，反而像是主动去激怒一个随时会失控的疯子。完全没错。所以他选择了隐忍，期望对方哪天自己觉得无趣就离开了。唉，但这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退让，反而让加害者觉得自己拥有掌控权，进而将暴力升级，这根本就是一个彻底的死结嘛。是啊，这就是现行体制没有接住他的地方。不过，我们把视角从法律拉回到产业面来看看，这也是这份资料里最残酷的真相。既然大家都知道这种私人外拍的维安这么薄弱，这些已经有10几万粉丝的啦啦队员，为什么还要接这种案子？球团难道不管吗？案发之后啊，中信球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立刻下达禁令，暂时禁止啦啦队女孩私下接洽任何私人活动。从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保护他们最快的方法。表面上是这样没错，但从资料上来看，这个保护令在女孩们的群体里引发的不是安心，而是巨大的恐慌。恐慌？为什么？这些女孩在球场上光鲜亮丽，是球队行销的活招牌，带动了那么庞大的周边商品销量。难道他们的薪水不足以让他们拒绝一个地下室的危险拍摄吗？这就是台湾啦啦队产业最心酸的结构性问题了。你以为他们是高薪的明星，对吧？对啊，粉丝那么多，代言应该也不少吧？实际上，除了极少数顶尖的女孩之外，绝大多数人的劳动条件更接近零工经济的非典型就业人员。在台湾，大部分职棒职篮的啦啦队员是没有固定底薪或月薪的。哈？没有底薪？那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的收入完全依赖按场计酬。等一下，那一场球赛跳完全场，大概能拿多少钱？本土队员单场的应援酬劳通常只有几千元新台币而已。你可以算一下哈，一个月就算主场赛事全部排满，收入也非常有限。哇，那如果遇到没比赛的时候怎么办？这就是最致命的地方。当球季结束，进入长达数个月的休赛季时，他们的球团收入会瞬间归零，面临完全断炊的窘境。天哪，这压力也太大了吧？那如果是还没熬出头的实习生或练习生呢？情况更严苛啦。部分球团的练习生制度长达1到2年，这期间是没有基本工资的，有些甚至连交通车马费都不给。
都不给，那他们去练舞图什么？辛苦练舞一整天，唯一的报酬可能就是一个便当。只有一个便当，这才夸张嘞！而且我看资料上还说，这2年台湾各大球团大量引进像韩国这样的外籍啦啦队员，对吧？对，虽然这炒热了市场，但也严重压缩了本土女孩的商业代言和业外表演机会。这就像是一家市值极高的科技公司不发薪水给基层工程师，只在产品上线那天给一点微薄的接案费。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然后当这些工程师为了付房租，跑去接来路不明的危险私案受伤时，公司再跑出来说，为了你们的安全，禁止你们去外面结案。这根本是把他们的经济命脉直接切断了。没错。所以如果不解决低薪和零工结构，女孩们为了活下去，只会被迫转向更隐秘，甚至风险更高的地下活动。这真的是治标不治本。那这份资料里的专家们有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解方？有的，专家提出了几个试图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方向。首先，针对跟骚法受害者不敢提告的痛点，专家呼吁推动法人诉讼代理机制。法人诉讼代理，这具体来说是怎么运作的？就是说，当女孩遭遇跟踪扛时，由球团或经纪公司以企业法人的名义出面报案，申请保护令。哦，这能把冲突转化为企业对抗加害者，把女孩隐藏在公司的保护伞后面，对吧？没错，这能大幅降低被害者被针对、被报复的恐惧。这是个非常好的改变呢，让有资源的组织去承担风险，而不是让一个20几岁的女孩独自面对变态粉丝。那产业面呢，有没有什么改善计划？产业面的解放有2个层次。第一是建立跨组织的高风险黑名单联防系统，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在棒球场被通报骚扰，这个资讯就必须及时同步给篮球联盟、展场工会，甚至是摄影工作室。对，彻底切断它转换猎场的可能。第二，也就是最核心的，球团必须检讨这种剥削式的薪资结构，给予女孩们包含练习生在内的合理底薪保障。这是最基本的吧？同时还要强制规定，任何外部商业活动的主办方都必须将专业安保人员的费用纳入基本成本，绝不能为了省钱而牺牲女孩的生命安全。真的，经过今天这样一层一层的剥开，我们看到了一起惊悚的社会案件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共谋。确实是这样。一个把偶像当作私有财产的狂热粉丝，一个让精神病患前科累累却无法实质约束的司法漏洞，加上一个光鲜亮丽但实际上是建立在血汗零工制上的娱乐产业，这3者叠加在一起，最终把问问推进了那个毫无防备的摄影棚。这起案件就像一面照妖镜，把那些我们平时在球场欢呼时看不见的阴暗面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我们期待的是这些血的教训能真正转化为制度上的改革，而不是新闻热潮过后一切又回到原点。没错，但在我们结束这一次的探讨之前，仔细审视这些资料，其实隐藏着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矛盾点。怎么说？你看哦，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保护这些女孩免受疯狂粉丝的伤害，但如果我们诚实面对啦啦队产业的商业模式，你会发现，这个产业之所以能赚钱，正是建立在贩卖亲近感和伪恋爱感之上。这是娱乐产业很常见的操作。对，他们鼓励粉丝投入钱来换取互动，本质上就是在将这种病态寄生关系变现。这就留下了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让你去思考。什么问题？当一个产业的获利密码就是刻意模糊粉丝与朋友之间的界限时，这个系统真的有能力或者真的有意愿去彻底保护这些表演者吗？还是说，这种随时可能失控的危险，其实就是他们在市场上维持高身价的副产品？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却绝对值得你深思的矛盾。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浅这些复杂的真相，我们下次见。